海军陆战队与日本陆上自卫队正在举行一场联合演习，根据远征前进基地作战概念，针对岛屿作战展开演练。张先生，美国海军陆战队遂行这一作战概念有什么目的？这次美日联演有怎样的针对性？它基本上就是针对西太平洋这样一个特定的作战海域，特别是这个第一岛链这样的一种特定的场景，然后针对中国这样一个特定的作战对象来量身定做的这样的一个作战概念也就是说，未来如果中美发生战争的话，美国很可能会占领这个钓鱼岛或者是冲绳的某一个岛屿或者是南海，特别是像菲律宾这个方向的一些岛屿，然后这个以这些岛屿为依托实施滨海这种作战任务。从近几年的情况来看美国海军陆战队呢一直在演练这个作战概念，但是这一次把日本拉进来，也就是说在美日联合演习当中在演练这个远征前进基地作战概念就有点不同寻常了这意味着美国和日本他们可能会联合实施这种所谓的远征前进基地作战在未来台海或者是钓鱼岛的冲突和战争当中这个远征前进基地作战可能会成为美日联合作战的一个重要的样式。这次美日联演，美军首次出动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和日本陆上自卫队的岸舰导弹进行联合反舰训练。请教一下蓝先生，双方会如何配合作战？机动部署海马斯有什么作用呢？这个海马斯是原本是一种这个车载的这火箭炮，它是隶属于美国陆军和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就是说它是现在到目前为止的话，还没有那种岸舰导弹专用的雷达呀，或者是各种那个指控系统。那么现在还没有的话，它要想能够在演习中发射导弹击中目标的话，那必须要先借用日本自卫队的那个岸舰导弹系统的那个雷达和这个指控系统。所以话它在演习中的话其实是借用日本的那套系统来完成这个美国这个陆军和海军陆战队的这个火箭炮反舰的这个作战过程。那么在这个作战中的话，美国是这样设想的，他假想的话，如果是战争开始以后，日本这个部署的这个岸舰导弹系统，因为它是半固定式的，很可能在一开始的话就被它这个导弹发射器就会被摧毁。那么这个时候啊，它要是紧急空运一些这个海马斯过去，立刻这个填补日本被摧毁的这个岸舰导弹系统的这个正位，那么的话，它这些岛屿或者说日本的自卫队的这套系统呢，还可以继续发射导弹去这个封锁这个海峡或者去一片海域。这个是美军现在目前的这个想法。11月29号，美国高级防务官员表示，美国防部将把重点放在加强关岛和澳大利亚的基地建设上，以便让美军为对抗中国做好更充分准备。请教一下张先生，美国防部押宝关岛和澳大利亚是出于怎样的考虑？美国这一次突出强调要加强关岛和澳大利亚这个两个方向的这种力量建设，我觉得它的目的呢，主要是由以下两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扩大它在西太的整个的防御纵深，它既可以保证自身的安全，又可以在更大的范围内对中国实施围堵和遏制。那么第二个方面的目的呢，就是它要优化它在整个西太或者说印太地区的兵力部署的这种结构。这样的话这个它的战略投送区，也就是关岛和澳大利亚，对前面的前沿基地起到了一个有效的支撑作用。那么这几部分的区域相互配合，可以发挥美国它的整体的作战的优势。所以我们可以看出这一次它加强这个关岛和澳大利亚的这种建设是在中国力量发展的情况下对中国围堵遏制的重要的一步所以对此呢，我们一方面要重视它带来的威胁，另一方面我们也有这个对它进行反制的这种信心。台湾军方智库防务院此前发布报告称，台湾可作为美军远征前进基地作战概念的关键核心，在台海发生冲突时，美军可与台军进行逆登陆作战，前后夹击对手。请教一下蓝先生，您是怎么看台智库抛出的这种观点？
逆登陆作战一般是发生在抗登陆作战的第3或者第4阶段，那么这是一个收尾的阶段，就是说它的假定前提条件的话，就是说在抗登陆作战中，经过前2、3个这个阶段的作战，已经把这个对方的登陆兵力压缩回去了。其实它的前提条件就是说，我的这个登陆战已经快打赢了，那么再来一次逆登陆，让敌人这个跑不了。对于现在台湾来说的话，可能他还没有办法撑到这个第3或者第4阶段，更没有办法，更不可能说是他这个抗登陆作战可以取得这个接近胜利的时候才。所以的话，这个逆登陆作战其实是意义不太大的。而且另外一个必须要说的这个问题的话，就是逆登陆作战的这个参与逆登陆的登陆部队，是非常危险的，而且伤亡是很大的，因为它这个登陆舰和这个部队要穿过登陆方牢牢控制了海域和空域。那么这个时候，如果是对方的这个反舰或者空中力量还存在的话，那么它这个逆登陆作战要承受非常大的伤亡。可想而知的话，美国是绝对不可能派出部队来参与这个或者是担当这个逆登陆作战的部队的这个职责的。